我们这个我们看啊，正好是这个3件卢菌。这个卢菌釉呢，刚才我们看的窑变釉呢，它也是仿菌。其实，那么这个卢菌呢，它其实也是仿菌。它呢，是这种冷色调的仿菌。它最早呢仿的是这种天蓝的这种蓝色系的，包括有一点偏绿。它基本上这种卢菌呢都是蓝绿相间的。早期也是雍正时期创烧创烧完了以后呢，当时雍正时期的呢，也是刚开始全部都是官窑，后来民窑才有一定的烧制。雍正时期的这种卢菌釉呢，往往是这种绿颜色的多，而且呢上面的有这种类似孔雀的这种羽毛的这种卢菌釉呢，它其实是以这个它有用玛瑙不是玛瑙，用这个翡翠入釉所以也是比较名贵的。那在当时，你像这个季红呢是用玛瑙入釉，那么这个卢菌呢是用翡翠入釉这个说它是这种外国人眼中的是知更鸟的蛋的颜色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也是。我们其实看这2件呢是一个立件小花菇这个花菇的这个器型也是它适合这个当一个花器。我们说这个晚明时期，其实有文人之间也是相互攀比嘛。它这个花器其实做的也是五花八门的，很多这种小花菇呀，就等等的这种花器插花什么的它做成这种比较素雅一点的这种颜色。对，它早期其实这种花菇呢，它都是这个仿青铜器造型。那么这3只呢，我们其实能分出一个年代，这年代呢更早一点，中期。我们定的也是下限是中期。那么这只呢，其实应该在道光左右，它是这种还是以偏蓝颜色为主，那么以这种点，但是这只有一只它的这个釉色呢有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昏卢菌你看它有小红点了。对，它里面有这种小红点红的有这个小红点的，就是比那个就是素卢菌要高级有这样讲究。它比较难烧嘛，也是也是比较稀少。其实就是这种卢菌釉里面有小红点的，就像那个高粱穗的那个小红点也是高粱红嘛。高粱红，对，这种叫昏卢菌了。其实这里面呢，我个人感觉呢，这个3件都各有特点有2件都是花菇，然后1件呢是这种文房器。而且这个文房器呢，一个笔筒也有点仿生瓷了。对。这个放在这个文房案头还是有一定的这种观赏的一个作用。你更喜欢哪件？其实我更喜欢中间这一件。你更喜欢中间这一件。我更素雅一点其实它可能这个就是突出出来是吧？它像那个模印的那种效果。对，它可能就是在这个如果你放在家里这个装饰的话，它可能会更抢眼一点，更漂亮一些。那么这件呢，其实是一个文房一个陈设案头，其实也是可以还没事还可以把玩。对，这件放笔筒它是笔筒，也是这个文房的第5宝了。文房器。卢菌釉其实还是挺少见的尤其是现在这个仿品卢菌特别多正好其实借着这个卢菌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外面景德镇的这些仿品这些单色釉特别多，几乎这个比例呢可能都要超过万了就是1/1000了，真品率特别少。所以我们这场呢也是这个每一件东西都是严格挑选的新老的是严格把关年代也是定的下限所以大家其实可以特别放心在这场挑选单子。在鉴宝节目上面，经我鉴定，朱老师有没有那个？我们这也有这个环节经我鉴定，朱老师这件是什么的？大家放心放心，在我身上买。有朱老师做背书的大双老师好大双老师好。好的，有很多藏友应该是。哎呀，真的是这些精美的艺术品我觉得就是近距离的上手来欣赏，亲密接触，然后你会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它是不一样的。就是很多的这种细的这种文，就是可能一般人觉得说我怎么去了解它呀，怎么去学习，就是进入的时候有点难。但是你要是说进来以后，了解，你会迷上的这个颜色的魅力真的是，而且每一个颜色它带给我们的这种能量是不一样的。蓝色就会很安静，很素雅。这种窑变呢，可能大红大紫，你就感觉它很热烈。对，绿色呢，这种我们一会儿还有绿色釉的，然后就会感觉，哎呀，生命力呀。其实每一个颜色它都有自己的这个给人的这个不同的感觉颜色也是它是有语言的我们也说每个颜色都是有它的语言符号的。对。好，那我们
其实这件呢也是一件窑变釉啊，也是一件，而且呢这件的年份也比较好啊，是一件乾隆时期的一个窑变釉。那么这件呢，它最大的这个特点啊，就是它的这个上面呢有点像雨淋墙一样的啊这种效果啊，这个像这个下大雨啊，对对对，在这个墙面上瓢泼大雨下来的这种感觉，其实它的这种特别像乾隆时期的这种卢钧啊这种效果啊，这个也是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大家看它这是周身啊都有这种那么像这种它的这种絮状的这种垂流啊，就是我们说这种雨淋墙的这种效果，其实呢它是完全自然天成的啊，这就是它非常难得的这一点。就是像这种，就是大面积的这个颜色的还是少见吧？对，我们大部分见到的可能都是纯一种红色呀，对，比如说红色的居多，对，里面有一点蓝色呀。那么这个大面积的啊，就是能够形成这种雨淋墙效果，或者我们就有点像这个，这个有点像这个我们吃那个瀑布巧克力那种感觉啊，再往下那种像这个。把抖音打开，我们公司他把你们公司有些客人在抖音上提问题，你要回答一下。哦，抖音上还有客人在跟我们互动是吧？明白。好 ，OK。那我打开一下是吧？那您看着那个，我看着这个。这个颜色也很漂亮。那个石头尊在的吗？那个石头尊窑变釉那个。窑变釉石头尊。天球瓶，我们看过很多那种大的天球瓶啊，然后有那种粉彩的，比如说是9陶的天球瓶，都是大名品啊。那我们看这件这个小的天球瓶啊，这个尺寸非常可爱啊，20公分，哎，刚刚好，真的是20公分啊，一拃大的这样一个尺寸，就是可以陈设，也可以上手把玩，它这个尺寸非常好。天球瓶呢，它这个就应该知道，它是永宣时期当时出现这种造型，而且都是大器啊，都是陈设大器。对。那么后来呢，也是这个清代以后也是有这种出现这种小的天球瓶啊，尺寸不一的天球瓶。那么这件其实它大小啊，其实更符合我们比较多的这个人群的这种审美啊，就是它的大小，可能有些人有很少的人喜欢特别大的也有很少的人喜欢特别小的。那么绝大多数人都喜欢这种黄金尺寸的就是对20多公分上下的，对而且这种呢既适合陈设也适合把玩这个也是包括它的这个造型啊，都是它的一个优点我们看它底部呢也是底部有一个也是像乾隆时期它这种在这种敲底的工艺，其实它敲底已经很规矩了修足然后呢又打磨了一下足墙这点呢都是天生出窑时候带的一点小颗这种都已经是很讲究的了，一般的话就可能就出来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子。对，有的时候像那个说不好听那种狗啃的底像一样的那种那个都是中期包括年份比较晚的。我们看底下其实还有这种烧的这种酱釉相当于又烧了一个单丝釉的品种有点那种酱釉的这种感觉。对，其实它本身呢是一个花器。我们现在讲生活美学，就可能是说你买了一件呢，不会给它束之高阁，就给它放起来，说我舍不得用这件呢，可能那你给它插一枝花就很漂亮，对，放在一个角落里，其实它是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一个就是很有看头的。对，放在它其实能装点这个你的这个空间嘛，不管是放在办公室也好，还是放在家里放在书桌上也好，放在这个多宝格里也好，其实它都能起到很好的一个装饰效果。对，而且呢，其实我们现在收藏已经越来越开始大家讲究这种把这种艺术生活化，就是把它用在日常生活中。对，我知道的很多大的单丝釉藏家，你像安思远呀，包括这个这个 ET Hall 他们这些喜欢单丝釉的藏家，我看他们的这个家居的布置都是用单丝釉来点缀。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他们之前家中的这种装饰照片，都是用单丝釉来点缀。确实，单丝釉它呢放在你这个家里去装饰呢，它不太抢眼，对，它能融入你的这种装饰风格里面。它本身就是一景。对，它既给你增添了这种美感了，然后它就不去破坏你整体的这种装修效果。这个其实是单丝釉很大的一个优点这个也是我有时候经常我是过一阵呢就会换一件东西然后放在我这个我看见是桌子旁边的这个桌子上所以也确实是没事的时候有时候看一看它这种给我带来这种美，能
忘掉很多烦恼。确实，单丝釉包括一些所有的艺术品啊，都是只要美的东西，它确实能给你一些精神享受啊。是的，很多时候我们看它这个是自然天成的，我们就想啊，生活当中你就让它顺其自然，哎，这个可能是一个最好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啊。讲一些生活哲理啊。OK 是吧？其实现在确实生活压力太大了，我觉得大家这个有机会呢，正好放在一起给大家看一眼啊。对，我们都把使用场景给大家想好了哈。其实来看这支呢是一支清中期的一个窑边釉的16尊。那么这件呢一样也属于窑边釉，大家看它也是以这种天蓝色包括这种蓝里面的这种紫色为主，但是它呢就没有做到这么均匀的像这种雨林墙一样的效果它就没有这种效果，但是它有它自己的这个味道也有它自己的味道，也是很独特的一支。它的造型呢是一个16尊的一个造型这件呢我们也是年份定的是清代中期也是把它定到下限。我觉得我们这场的这个单丝釉的年代呢，真的是大家这个可以有很多机会这个因为可能在其他地方可能都是定的年份会比较好比较这个早100年都有可能，然后我们定的都是下限其实它年代呢都是有些有可能会年份会比我们定的要早得多这个可能就等着我们这些藏家自己去发掘了哈。对，我们藏友因为他们会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看法大家看这只16尊的也是非常漂亮16尊的器型也很高级尊嘛，尊就是很高级的。它完全是跟这个官窑的造型是一模一样的你像乾隆嘉庆道光都有这种16尊造型是一模一样的。16寓意多子多福，它跟官窑比呢，其实就差了一个底款其实就差了一个底款一般这种窑边釉的16尊都是这种阴刻的，因为6字款。其实单丝釉，我不知道文清你去没去过故宫看好多这种单丝釉，它其实官窑它都没有款制。对，这个古款官窑嘛，其实很有意思这个，所以我觉得现在有很大的这种空间单丝釉前2天我看到有在拍卖已经把5款的这种单丝釉拍过100万了包括国外其实很多都是5款的一些单丝釉都是拍的价格很高的我觉得这个就跟它的这个怎么说呢？一个是它的审美和它的这种质量是有关系的其实它本身很多官窑造型的，包括一些质量确实达到官窑质量了，但它很有可能其实就是5款官窑包括故宫里很多单丝釉它都是没有款制的都是这些清宫旧藏的。对，这个所以就是说没有款，然后大家呢就是放漏在这儿给大家。我觉得其实它的这个，但是你享受的审美是跟官窑一样的，对吧？好，我们那个再换2件吧。它这个到这种地方是有那种出金的这种效果出来。对，等于做成这种连瓣转的有那种。它就仿16的那种造型嘛，尤其是口部做的非常讲究这种器型他们真的是都是非常讲究的，我觉得，这种很多都是一种制式出来的哈。对，完全是官窑制式其实你像这个，我其实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这些官窑制式的质量又好的年份又好的单丝釉，那么它其实很有可能都是官窑的制品这件我特别喜欢，我刚才在下面看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喜欢。你看这件呢，我们定的也是这个小方笔筒孔雀蓝釉，这件呢也是一个孔雀蓝釉。那么孔雀蓝釉呢，其实它是从这个西域传过来这种釉色从元代时期唐代时期这个颜料这个颜色传进来，然后但是在元代时期咱们的瓷手窑上才开始应用。元代、明代都有烧制咱们的北方瓷手窑，到了清代、康熙时期咱们的这个包括明代都有烧制这种孔雀蓝、景德镇窑都有烧制了。那么它其实也叫极翠釉，也叫法翠釉它的这种颜色是因为像这种孔雀的这种羽毛的这种颜色，所以叫孔雀蓝。其实很漂亮，这个其实非常漂亮古人其实一般都管它叫
孔雀绿也有叫孔雀绿的。对，我们今天呢一般就是管它叫孔雀蓝了啊，因为古人其实它最这个绿的颜色啊就是这个蓝色啊。这还有安克龙纹。这只呢，一般我们孔雀蓝带有安克的还是比较少的。那么这只是带有安克龙纹的一只碗啊，年份呢是清代中期我们定的。对，而且它里面还有一个安克的寿字。里面还有这个寿字呢。你没看出来啊？我都没看出来啊！这个太奢侈了啊！这个刻完了就是大家看，就是你们看到看不到无所谓啊。这个工匠当时就是这种想法，可能对。包括这个龙纹，其实，哎呀，这只有官窑的味道啊！所以大家细心一点就会发现漏。你看刚才朱杰老师都没看见这刻的这寿字，然后您要仔细看一看，哎，这就等着漏了。这只小碗呢也是啊，里面的釉色啊，真的是像那个一湖清水那种感觉啊。这个蓝色特别漂亮，它就我觉得这个孔雀蓝好像我们还有一只孔雀蓝大碗。我看到这个蓝色的时候呢，我就感觉。我这2天我就在想，我说这个蓝色怎么那么接近？它不光是说孔雀的这个羽毛，我感觉它更接近像，西域那边的一些就是洋湖的那个湖面的那种，确实是清晨啊，就是光一打，它那个湖面的那种蓝就泛这种蓝色。对，很多湖，包括什么青海湖啊。但是我们这边然乌湖啊，这种颜色，洋湖啊，就是西域那边，就是西藏那边啊，比较干净的那种湖面，就是这个颜色。是，而且它其实有点这个青金石这种感觉的颜色啊，有一点啊。我们这边其实很少能看到那么蓝的这种湖面，只有像你说这个那边才能看到这种湛蓝的这种湖面的这种颜色。对，圣湖嘛。然后这只呢，其实你看它的这个特点，这是一只食用器啊，这是一个小碗啊。那么我们这只呢是一个笔筒啊，也属于文房器。那么这个笔筒呢，它的这个特点，我觉得啊，就收藏的点在哪儿呢？就是它是一个方的啊，一方顶10元，它是一个方形的，比较难做啊。一般的方形的能够烧出来不变形的是很少的。那么这只呢，做的还是很周正的。并且它的工艺也比较复杂，属于镂空啊，镂空雕的这种梅花和竹子。其实这支笔筒呢，我们也是给它定了18世纪。那么其实苏比、加尔德之前都拍过此类的这种笔筒啊，当时有定这个18世纪的，也有定康熙的。那么我们也是把它定到下限上，定到18世纪啊。我们看，其实它这个当时这个，我们看那个底啊，它还是这种平切的这种修足。上面呢还有一个收藏签啊。这个方器是特别难做的，然后这个方器呢，我们叫做香器哈。它这个我还记得那个景德镇陶瓷史稿里面有这个记载，是说这个用泥呢是用布包泥，压之成片，用刀裁之成段，用圆泥调和粘合。才给它粘起来，它不像这个拉坯这样转就可以了啊。这个是一点点压制成片，用刀裁制成段，然后再给它粘上，修圆泥在这个边儿啊什么，再给它规规矩矩的再修起来。然后再入窑烧，有可能不小心它可能哪块没修好，然后它就烧裂了、烧炸了。所以这种香器都是特别难去做的。就有这个一方顶10元的这个说法了。对，它比一般咱们这种元器啊，一次拉坯的，确实烧制这种制作的这种造型的工艺要难得多啊。而且它还做了镂空啊，然后还做了这种小的花纹的这种装饰。对，它这个四周都用这个回纹啊做的这种装饰，然后里面呢还有这种镂空，包括每个梅花啊，包括竹纹上面还用这种竹刀再去做非常细致的这种雕刻啊，所以其实特别雅致啊，这个小文房。而且呢，我发现这种年份比较好的这种单色釉呢，往往都爱做文房，像这种豇豆红啊，像这种天蓝釉啊，包括一些这种孔雀蓝啊，包括红釉的，都是这种年份往往比较好的，也特别爱做这种方形的这种文房啊。其实我觉得除了帝王，可能文人是第2奢侈的了。他们其实用的这些东西，您说这种不惜工本来去做，而且呢做了很多这种造型，还用了特殊的这种工艺，其实还是比较讲究的，它比较奢侈的哈。是，这种孔雀文房器。
我们刚才有藏友问啊，这是拍卖还是干啥的？我们这个是，我们这个是做导览啊，大家可以这个，我们就聊天来了啊，就是聊天来了，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聊的就是传统文化，我们今天这场不带货，带传统文化。然后呢，我们周六开始拍啊，大家可以关注我们一下啊。是周六4月22号拍。对对，这2天都在预展，我们这个地点是在这个拍卖街这边啊。拍卖街这边大家都可以来看预展，今天是头1天，所以还有2天的时间，大家可以亲自就是来现场上手聊手。但是这个有很多呢，其实我们有很多这种拍卖场上预展的时候能看到很多博物馆的同款的，所以我们觉得这种又能看到实物又能上手的这个机会也是特别特别好的。对对对，像这个应该在这个美国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就有同款，你像这种在北京故宫都有同款。其实我们说。这个征集的东西的路分档次呢，还都是比较高的。那大家有机会都可以来上手啊，学习一下。当然了，您买22号给它拍回家去，天天都可以学习啊，更好。哎呀，这个真的是花落谁家，我们也是特别的期待啊。那个朱老师，我看这件的时候呢，这个底，我觉得这个底有可能是这个，你是这个意思吗？有可能是不是？是磨底的还是？我感觉可能是不是有可能是磨底的？是磨底还是说这个像雍正的那种就是不挂釉的底？我感觉这个我是想请教一下，有可能有一点那种磨底的感觉，因为还是比较新鲜嘛，这种感觉，就拍的这种传世的这种不是很足啊，所以我感觉可能是近期磨的。但是呢，这个磨完了反而想象力更大了。它为什么会磨呢？它当时很有可能是带款的官窑啊。其实我们这场还有这个很多有些官窑啊，这个。经常是这个底款被磨了，那么这件其实它也很有想象力啊。如果是磨底的话，那么它当初应该是有款制的，而且它是一个5爪龙纹的，上面暗刻龙纹的，而且里面的碗心是一个寿字。确实是这个大家这个到时候可以来上手，可以看看一下，就是如果喜欢的话。好，大家一定要仔细看啊，很多漏就可能就是在这个仔细观察当中就出来了。单色釉的价格现在为啥很低呢？是我们这个我回答一下抖音我们这个藏友的问题啊。其实呢，为什么呢？就是现在仿品太多了啊，就是景德镇现在每天都在烧制这种单色釉的这个瓷器，每天都是烧好多啊，因为它这种釉色现在基本已经达到了这个已经攻关了啊，已经达到了这个真品的这种相似度，但是呢，这个。真正老的它还是跟这个新仿的有很大的区别啊，它这种骨味就不一样。对，像这个造型，它就做的肯定是不到位的。这就是仿品啊，现在特别多，它冲击了这个真品的价格啊。但是真正老的、非常开门的单色釉价格从来都不便宜啊。其实我觉得老的东西呢，它还是有它自己的这个特征的啊。如果我们要是说是记住它这个特征，可以换掉，可以换着，是吧？可以换掉。